欢迎大家来到 Pony 聊天时间。大家好，我是麦麦，我是小夏。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很浪漫的话题。对，特别浪漫，是关于电影的。没错，我们今天要聊的电影是《罗马假日》。哎呀，一听这个名字就觉得好美啊。对呀，光是罗马这2个字，就感觉有阳光，有咖啡，有石头路，还有穿着漂亮裙子的公主。你第一次看《罗马假日》是什么时候？我好像是高中的时候吧，有一次语文老师说这部电影特别经典，然后我就去看了。那你喜欢吗？喜欢，我觉得那个女主角安妮公主真的太漂亮了，她的笑容特别治愈。对，她叫奥黛丽·赫本，这个名字很多人都知道。对，她好像是第一次拍电影就成名了吧？是的，她的第一部主角电影就是《罗马假日》，从那以后，她就成了全世界最受欢迎的女演员之一。小夏，我发现我最喜欢的不是她的漂亮，而是她那种很真诚的感觉。对，她看起来特别自然，不做作。对，不做作，这个词好像有点难。那我们来解释一下。不做作就是说一个人很自然，不会假装，不会装可爱或者装聪明。就是他怎么样，就表现出来怎么样，对吧？对，比如有的人说话很自然，你就可以说他不做作。我觉得《罗马假日》特别适合在周末的晚上看。对啊，那种老电影的感觉，画面虽然不是高清的，但是很温柔，而且音乐也很好听。对，那个背景音乐一响起，我就觉得好像真的去了罗马。对，那我们今天要教大家一些和这部电影有关的中文词，好不好？当然好，今天我们不只聊电影，还要聊假日、旅行、浪漫这些词。浪漫这个词很重要。那我们先说第一个词，浪漫。浪漫就是一种很美的感觉，对吗？对，比如两个人一起看星星，一起散步，一起喝咖啡，都可以说是很浪漫。那我可以说这家餐厅很浪漫吗？当然可以，如果灯光很柔和，气氛很好，就可以说很浪漫。那第二个词呢？第二个词是假日。哦，假日就是放假的日子，对吗？对，比如星期六、星期天就是假日，春节、国庆节那几天也是假日。那假期跟假日有什么不一样？这个问题问得好。假日一般是1天2天的小休息，比如周末。假期通常比较长，比如寒假、暑假。明白了，那罗马假日就是在罗马的假日，不是很长的假期。对，是一个短暂但特别的假日。我觉得这部电影还有一个主题，就是自由。对，自由这个词也很重要。那我们也教一下自由这个词吧。好的，自由就是你可以自己决定要做什么，不需要别人告诉你。比如我今天想睡懒觉，不去上班，我就说我想要一点自由。哈哈，对，但别天天自由，否则老板会哭。哈哈哈哈。其实，在电影里，公主就是想要一点自由，对吧？对，她每天都要参加活动，见人微笑，好像都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所以她才偷偷跑出去，想看看真实的世界。对，她骑着小摩托车，在罗马街头，真的太可爱了。那段是经典。对，我记得那时候她剪了短头发，对吧？对，她去理发店把长头发剪掉。我记得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理发是什么意思。那我们也教一下，理发就是去剪头发。对，比如我明天要去理发，意思是我要去剪头发。理发店就是剪头发的地方。那理发师就是帮你剪头发的人。我们刚才聊到了电影《罗马假日》。对，聊得我都想请个假去旅行了。哈哈哈，我也是。其实我觉得罗马假日里面最打动我的地方是那种想要出去看世界的感觉。
对，那种心情真的很多人都有。有时候我们每天上班上学，好像都在重复一样的生活。对，就会想，要是能去旅行就好了。对，旅行这个词我们也教给大家吧。旅行就是去别的地方玩，看看新的城市、新的风景。对，比如我去北京玩3天，我可以说我去北京旅行。对，旅行不一定要去很远的地方，只要你去新的地方，看到新的东西，都可以叫旅行。那旅游和旅行一样吗？差不多，旅游一般说的更正式一点，比如旅游团、旅游城市。旅行更像是自己安排去玩的。哦，所以我自己去一个城市玩，就是旅行，跟团一起去，就可以说旅游。完全正确。小夏，你有最想去的地方吗？有啊，我最想去的地方是意大利。哇，那不就是罗马假日的地方吗？对，我想去看看罗马的街道，吃吃真正的意大利面。哈哈，好浪漫哦。那你呢？你想去哪儿？我想去日本，为什么？我喜欢那里的小街道，还有咖啡店。哦，你喜欢那种安静又有生活味的地方。对，我觉得旅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冒险。冒险就是去做一点点危险，但是让人兴奋的事情。比如去一个你没去过的地方，一个人去旅行，也可以说是冒险。对，比如我一个人去外国旅行，就是一次小小的冒险。那公主偷偷跑出去玩，也是冒险，对吧？对，因为她是公主，不可以随便出去。她的罗马假日其实就是一次冒险。哇，这样一想，她真的很勇敢耶。勇敢就是不害怕，敢去做想做的事情。比如小朋友害怕打针，但他还是去了，那就可以说他很勇敢。对，或者一个人去爬山，一个人出国，也可以说你真勇敢。我觉得安妮公主就是又浪漫又勇敢的人。其实她的那段冒险旅行让我想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我们平时也会觉得想去外面看看，但又怕。对，很多人都是这样。比如我想去一个人旅行，可是又怕迷路。哈哈，这很正常。其实冒险不一定要去很远的地方，对吗？对，比如你去一家新的餐厅，点一个没吃过的菜，也算是一点小小的冒险。哈哈，原来冒险也可以这么简单。对啊，生活里处处都有小冒险。那我想到一个词，梦想。这个词也好，梦想其实跟旅行很像。对，因为很多人的梦想就是去看看世界。对的，梦想就是你特别想要实现的愿望。比如我的梦想是当老师。对，那我的梦想是有一家自己的咖啡馆。哇，听起来好温暖啊！那你呢？我想去世界各地旅行，这算梦想吗？当然算。梦想不一定要很大，只要是你真心想做的事，就是梦想。那安妮公主的梦想是什么？我觉得她的梦想就是过一天普通人的生活。对，她只是想自由地走在街上，吃冰淇淋，笑着和别人聊天。是啊，有时候最简单的生活就是最大的梦想。哇，这句话好温柔哦。哈哈，你也可以写下来，以后发朋友圈用。哈哈，刚才我们聊了旅行、冒险、梦想，现在要聊一个更温柔的话题。对，就是罗马假日里面最让人心动的部分，爱情和告别。唉，说到这两个词，就有点想叹气了。哈哈，为什么叹气？因为爱情和告别总是放在一起的呀。对，罗马假日里的爱情就是这样。对，他们相遇、相爱，但最后也分开。我记得最后那一幕，他们在宫殿里见面，公主已经回到了自己的身份。对，她不能再像普通人一样去爱。那种感觉好复杂。复杂就是不是简单的，有很多不同的感觉、想法。比如我今天又开心又难过，这就是复杂吗？
对，比如你爱一个人，但又知道不能在一起，这也是复杂。对，我觉得复杂这个词特别适合罗马假日。对，它不只是爱情故事，更像是一次成长。那我们聊聊爱情这个词吧。爱情其实就是两个人之间很特别的感情。就是我喜欢你，你也喜欢我的那种，对吧？对，爱情里有浪漫，有快乐，也会有一点点难过。像电影里的记者和公主。对，他们都喜欢对方，但也知道这段爱情不能继续。有时候爱不一定要在一起。对，这句话说得很好。我以前不太懂这种感觉，后来懂了吗？我觉得懂了一点。那你说说。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喜欢一个人，不是因为想拥有他，而是因为他让我们变得更好。哇，妹妹，你长大了。哈哈，其实罗马假日也是这样。公主遇见了那个记者，她的世界变大了，她看到了不一样的生活。对，那种短暂的爱情也是一种礼物。礼物这个词好。礼物就是你送给别人的东西，表示喜欢或感谢。比如生日的时候，我收到朋友的礼物。对，也可以说一段回忆是一份礼物。哇，那这段爱情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份礼物。对，即使最后要告别，也不会忘记。那我们来讲告别这个词吧。告别就是说再见，但是更正式，更有感情。比如我和好朋友要去不同的城市，我们要告别。对，不只是拜拜那么简单，而是带着一点点不舍的再见。那电影最后那一幕，他们的眼神真的好让人心疼。对，那就是告别的样子。两个人什么都没说，但你能感觉到他们的心。我记得那时候记者没有去打扰他，也没有去说再见。对，他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离开。哇，真的太浪漫了。这种浪漫不是花，不是吻，而是一种理解。对，一种心里知道对方在的感觉。对，这也可以叫默契。默契就是两个人不用说太多话，也能懂对方在想什么。比如我和你，我们有时候也有默契。对，比如我一看你，你就知道我要笑场了。哈哈，那是真的。所以说，好的感情都需要一点默契。我觉得《罗马假日》这部电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什么道理？有些人出现是为了让你成长，不一定要永远在你身边。说得太好了。这让我想到一个词，回忆。回忆就是过去的事情，你还记得它？比如我的回忆里有他，就是我记得他。对，也可以说这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像罗马假日那样，即使结束了，也会一直记得。对，好的回忆会让我们变得温柔。你知道吗，小夏，我每次看完罗马假日，都会有一点想哭。我也是。但我不是因为他们分开哭，而是因为那种短暂的美好真的太珍贵了。对，就像生活里的一朵花，虽然很快谢掉了，但你还是觉得它很香。对，这就是罗马假日的意义吧。对，不是永远的幸福，而是短暂的真实。说到罗马假日，其实这部电影最让我感动的地方，不是浪漫，而是那种明知不能拥有，还选择成全的成熟爱情。对，最后他们在记者会上那一幕，我真的哭了。明明两个人都很喜欢对方，但公主要回到她的职责里，记者也选择尊重她，不打扰她的生活。那种爱而不得的感觉，反而让这段感情变得特别纯粹，就像赫本说的那种微笑，温柔又坚定。我记得最后他一个人走在街上，镜头拉远，音乐响起，那种孤独又释然的感觉，太经典了。对，那就是罗马假日最高明的地方。它不是告诉你爱情一定要在一起，而是告诉你，有些人遇见就已经足够。真的，现在很多爱情片都追求大团圆，但那种遗憾反而更能打动人。
那我们用今天的句子结束吧。有些人只能留在回忆里，但回忆本身就是一场永恒的假日。太浪漫了！好啦，希望大家也能在生活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罗马假日。我们下期见。